弟弟曾告诉我，人一生只能许3个愿望，因为有些愿望应该存在，有的则不应该许下，所以我对这仅有的3个愿望珍之又重。光影23室，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我是阿月，每天为您带来最温暖的电影故事，一起来看《前进天堂》。故事开始前，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让阿月的声音陪伴你每一个晚上。2002年，美国边境，来自爱尔兰的强尼和莎拉被警察拦了下来。坐在后排的大女儿克里斯不知这是例行检查，还以为是遭遇了困难，便赶忙在心中向弟弟许下第一个愿望，希望爸妈过关顺利。警察在检查证件时发现他们登记了3个孩子，可后排只有2个女孩。被问到的强尼2人突然呼吸一滞，因为那第3个孩子弗兰克不久前刚刚死去，是他们心中最不能释人的痛处。所以一家人移民美国，一是为了逃离老家那片伤心地，二是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专门来到这传说中遍地黄金的纽约曼哈顿。在克里斯的祈祷声中，一家人顺利过关。他们望着沿途的灯红酒绿，不可置信世上还有如此繁华的地方。可这些五光十色的热闹都与他们无关。由于资金短缺，一家人只得前往人员混杂的贫民区，栖身于一栋廉价公寓中，而公寓年久失修，破旧的如同恐怖片现场。期间还不时有人发出痛苦的嚎叫，听那叫声与楼梯的吱呀声在楼道内回荡。小女儿艾瑞忍不住搓了搓身上的鸡皮疙瘩。随后他们推开房门，扑面而来阴湿的霉味与成群鸽子让强尼不由叹了一口气。看来要想布置一下这处落脚点，非得卖掉汽车不可了。但看着展翅飞出窗外的鸽子，仿佛所有烦恼都随之不翼而飞了。他搂住怀中的妻子莎拉，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不管怎样，一家人总算抵达了美国。强尼相信往后的日子里，只要彼此相互扶持，在这陌生又繁华的城市中，便没有什么困难能够将他们打倒。而如今摆在他们面前最为棘手的难题便是缺钱。本是教师的莎拉为了支撑家庭，在冰淇淋店做起服务员，这样强尼才能安心去试镜。但纽约遍地都是优秀的演员，徒有演员梦却没有足够天赋的强尼想要脱颖而出，谈何容易。在一次又一次的碰壁中，曼哈顿的夏天悄然来临，而位于顶楼的家由于没有任何降温设备，瞬间成了闷热潮湿的蒸笼，随便动一下，汗水便湿透了衣衫。但这难不倒强尼，他忙碌一上午，终于修好淋浴设施，让2个女儿尽情享受这份难得的凉爽。可这种方式用久了，孩子容易感冒，强尼便又去废品站淘来一台空调。他一路逆着车流，迎着司机的骂声，好不容易把空调背回家中，又发现插头是坏的。强尼来到商店后，准备买个新插头，但他掏遍整个口袋，也还差25美分。强尼拉下脸皮，试图讲价，可店主嫌弃他住在吸食违禁品扎堆的社区里，带有偏见，就是不肯答应。而他刚赚的100美金又被妻子存进了银行。强尼只好翻箱倒柜，搜罗出一扎空瓶，才勉强凑齐插头所需的1.99美元。然而空调启动后，一家人还没高兴多久，机器里一阵噼里啪啦的火花带闪电，不仅使得机器当场停止运作，整栋公寓的电箱也因此跳闸。在邻居的怒骂声中，强尼只得放弃空调。他索性去银行取出存款，带全家人一起出去放松一下。可电影院里播放的 E.T. 外星人回家结局，令小女儿艾瑞陷入了悲伤之中。她想起了前不久刚刚离世的弟弟。自从弗兰克走后，爸妈都说他是去了天上，变成了小天使。如此充满美好的结局，艾瑞本该高兴才对。可他现在每一天都止不住的思念弟弟，思念弟弟天真无邪的笑容，思念以前一起和弟弟玩闹的日子。而这种对于至亲之人离去的悲伤，尽管父亲从不言语，但艾瑞也还是敏锐感知到家中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父亲看着自己的时候，好像是在看着弟弟，他总是无缘无故的发呆，也不再陪着自己玩耍。艾瑞不喜欢这种氛围，他想要弟弟回来，想要一家人还像以前那样开心幸福。
艾瑞的一番独白让强尼的心揪在了一起。为哄女儿开心，他专门又去游乐园，想要给女儿赢下ET布偶。而游戏规则也很简单，只要强尼扔够7个球进洞，不仅能带走玩偶，还能拿回本金。球的起步价是2美元，每用1个球，花费都要比上一轮贵1倍。理论上来说，只要能不停进球，就可以不停赚回收益。但偏偏就差着最后1球，强尼无论如何也打不进去。围观群众越来越多，他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尽管莎拉额外从房租里支出100美金，强尼却还是失败了。可他不想再看到孩子失望的眼神，也不想再在孩子面前认输。更重要的是，强尼想告诉他们，无论前方有多大的困难，都一定要抱着必胜的信心。于是强尼孤注一掷，直接押上所有房租。然而天不随人愿，1颗球都已经来到256美元的价格了，强尼依旧没能扔中。大女儿克里斯不想为一个价值30美元的玩偶落得个全家流落街头，于是他向弟弟弗兰克许下了第2个愿望。 This day, my dad still believes it was him who won the ET doll. 当着最后的球顺利砸进洞时，全场爆发出激烈欢呼。强尼也不禁长舒一口气，和女儿们玩起捉迷藏的游戏。几人就这样一路打打闹闹回了家。可强尼刚跨进家门，一股难以言喻的悲伤笼罩了他。他能找到克里斯，找到艾瑞，那弗兰克呢？他的小儿子弗兰克，他又该去哪里找呢？总以为到了美国，一切就能重新开始，但家庭那已经残缺的部分始终在心头挥之不去，甚至蒙蔽了强尼的眼睛，让他无法再看清深爱的妻子、孩子。女儿抱怨他不陪着一起玩，夫妻之间也许久没有了温存。强尼整日浑浑噩噩，不知自己究竟该做些什么。丈夫的痛苦与挣扎，莎拉都看在眼里。难得今天是个休息日，她便想让强尼开心一些。莎拉将女儿托付给冰淇淋店的玛丽后，便褪去衣衫，与强尼度过了一个亲密的晚上。这时屋外突然下起瓢泼大雨，正在吃冰淇淋的2个孩子欣赏起玻璃窗外的电闪雷鸣，而住在同一栋公寓的马蒂就没这个闲心了，因为他的艾滋病又一次发作了。每一道闪电劈下来时，都能清楚照亮马蒂脸上因痛苦而扭曲的神情。这些年来，他都躲在这个阴暗角落里，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马蒂永远都不会释怀，为什么当初去医院输血时，医生会没有更换针头？他发疯般撕毁自己的创作，哪怕是被割伤也浑然不觉。最终马蒂在洁白的画布上留下一只沾满鲜血的手印，而那手印宛如一道无声的呐喊，宣泄着他对命运的不甘与绝望。与此同时，还沉浸在彼此温柔中的强尼突然注意到妻子的异常，面对丈夫的关心，莎拉终于哭出了声。一旦有人捅破了心照不宣的沉默，悲伤便会泛滥开来。她无法直视强尼的眼睛，因为那会让她不断想起死去的儿子。莎拉不断责怪自己，当年要是能及时拉住摔下楼的弗兰克该有多好，这样儿子就不会患上脑瘤，就不会在重病的折磨中苦苦挣扎2年，最终还是离自己远去。莎拉总是劝丈夫要坚强，可当悲伤汹涌袭来时，她才惊觉身处于悲伤洪流中的自己根本无力自救。但生活还要继续，2个女儿都已到了上学的年纪，莎拉便将她们送去天主教学校，而强尼为赚取学费，不得不开始上夜班跑出租。白天的事情他也没落下，一天忙下来，他只觉身心俱疲。马上又要到万圣节，学校举行了一场派对，莎拉为此特意抽出时间，带2个孩子去森林中捡落叶，打算给他们自制2套服装。与此同时，莎拉还被检查出了怀孕。万圣节前夕，当艾瑞在爸妈的陪伴下穿上新衣服，满心期待走进会场时，却发现周围的同学都在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盯着自己。原来大家都买了专门的配件来呼应这个充满奇幻的节日。克里斯一下子就低下头来，觉得打满补丁的旧裙子不再是别出心裁，而是一种不如人的羞耻。等到姐妹俩获得最佳自制服装奖，克里斯更加觉得这是老师在同情自己。
非要把奖品扔进垃圾桶才好。而他真正想做的活动是最经典的不给糖就捣蛋游戏。莎拉第一个提出反对，自家住的社区人员太过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女儿们深夜外出很容易遭遇危险。最终双方各退一步，两个孩子被规定只准在公寓里玩不给糖就捣蛋的游戏，但克里斯与妹妹敲了一扇又一扇门，都无人应答。不放心一直盯着他们的强尼也有些着急了，这群人倒是开下门陪女儿玩一下。而当克里斯坚持不懈敲着一扇写有走开的大门时，一个满脸凶神恶煞的男人终于忍无可忍走了出来。可在他看清眼前的两人后，脸上的表情一下子柔和了起来。原来男人就是马蒂，他记得这两个孩子是楼上强尼家的女儿，每次回家就属他俩最闹腾，在公寓里又喊又跳，虽然很吵，但那稚嫩却又活泼的嗓音是这栋死气沉沉的公寓中为数不多的鲜活气息。马蒂为防止家长不放心，先跟楼上的莎拉打招呼，将两个孩子迎进来后，又特意敞开着家门。而姐妹俩走进屋内，东看看西瞧瞧，眼里满是遮不住的好奇。他们注意到隔壁亮着红光的暗房，不仅不觉得恐怖，反而觉得这是一种别样的刺激。克里斯认为弗兰克绝对会喜欢这里。艾瑞顺便向马蒂讲起弟弟的故事，不幸患上重病后在痛苦中去世。马蒂闻言，一滴泪突然不受控制从眼中滑落，因为他想起了自己，死亡真的是一件太过残忍的事，不管是多么幼小的生命，还是一个已经长大的灵魂，都无法抵抗死神的阴影。而如今死亡近在咫尺，可弗兰克至少有家人铭记着他，那自己走后呢？还会有人记得他来过这世上吗？看着马蒂难过的样子，艾瑞赶紧安慰道：不要伤心，弟弟已经去天堂了。迎上那张可爱却又写满真挚的小脸，马蒂止住了悲伤。明明是自己的弟弟去世，却在安慰一个还不算熟识的陌生人，他真的太喜欢这对姐妹了。然而冰箱里除了一堆药，什么吃的也没有，可马蒂非要找出什么礼物来送给两人。最终他环顾四周，将唯一能送出手的零钱罐子交到了姐妹俩手中。克里斯和妹妹回家欢天喜地地数起零钱，发现所有硬币加在一起竟足足有 3.2 美元。要知道平日里父亲给楼下叔叔的施舍也才25美分。莎拉很感激马蒂给了女儿们一个美好的万圣节。在得知她的冰箱里全是钥匙，莎拉不仅没有丝毫嫌弃，反而还热情邀请马蒂来家中用餐。晚餐不算丰盛，只是一些土豆泥拌甘蓝，可马蒂被大家簇拥着围坐在这张小小的餐桌旁，突然感受到一股陌生却又令人着迷的感觉。眼前灯光温暖明亮，饭菜香气萦绕在鼻尖。此时此刻，他恍然意识到，这或许是一直以来他渴望拥有却从未拥有过的名为家的温暖与关怀。马蒂压下满心感动，为两个孩子讲起万圣节的传说。他顺嘴尝起土豆泥与面包片，未曾想竟接连吃出代表幸运的硬币和象征幸福的戒指。艾瑞与姐姐见状一起欢呼起来，感叹他真的好厉害，他一定会得到他想要的一切。但马蒂心里很清楚，除非是这家人的特意安排，不然怎么会这么凑巧，硬币和戒指都在自己的碗里呢？他看穿了这个小小的善意把戏，却没有声张，而是收下祝福，任由这份温暖在心中肆意流淌。自从这天以后，马蒂便不再日日把自己锁在家中，他会邀请姐妹俩来玩捉迷藏，也会耐心教她们如何在床边绘制一只天使。而莎拉也并不像其他人那样抗拒马蒂，在听马蒂分享小时候的照片与故事时，莎拉甚至还称他的存在在爱尔兰语中是美好与天使的代称。但莎拉本人最近遇见了麻烦，她已经有2周没感受到肚子里孩子的动静了。莎拉满怀忐忑去医院检查，结果被告知这个孩子无法足月生产，如果坚持要保胎的话，届时她将面临难以想象的困难与危险。可莎拉没有丝毫退缩之意，她一直将这个新生命视作是上天赠予自己的礼物，是全家人重新振作起来的希望。她
他希望当孩子出生以后，女儿们就能忘记弟弟去世的悲伤，所以莎拉无论如何都要留下这个孩子。回到家后，他兴奋地向孩子们宣布，肚子里的宝宝又在踢自己了，一切都已恢复正常。可当强尼抚上妻子毫无动静的肚子后，残忍揭开了真相，什么都没变，还是什么都没有。莎拉闻言瞬间崩溃，她不理解，楼下的马蒂都知道安慰自己，说宝宝会带来好运，而丈夫既然身为演员，为什么配合自己撒个谎，把这出戏演好，给生活带来一点点希望这件事都做不到呢？但强尼并非无情，他只是不愿为了这个未出世的孩子去赌上妻子的一条命。他害怕悲剧再次于家中上演，而那将会是毕生都无法忍受的苦难。强尼不想忘记弗兰克，也不想看着妻子几近疯狂般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于是在这次争吵过后，他头也不回走出家门，径直找上了马蒂。强尼希望他能明白，那个孩子不会带来好运，他只会导致妻子被感染，然后2个孩子就没了妈妈，然后这个家就彻底散了。强尼向马蒂坦白，儿子去世的这1年来，他就像个幽灵一样，活得没个人样，哭不出来，笑不出来，丧失了思考的能力，整个人变得麻木呆滞，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减轻心中的痛苦。所以强尼拜托马蒂别再说什么相信孩子平安的鬼话，去给莎拉莫名的信心。难道他爱上了自己的妻子吗？面对强尼刻薄的言语，马蒂没有否认，他是爱上了莎拉，但他也爱上了强尼，爱上了那一双天真可爱的女儿，甚至还爱上了那未出世的孩子。因为爱，所以相信孩子与莎拉都会平安，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马蒂羡慕强尼所拥有的一切，羡慕他有一个健全的家庭，羡慕他有一个为了能让大家重新站起来不惜去冒险的妻子。明明所有人都在朝着一个方向努力，强尼又怎么能去逃避，去怀疑这份决心呢？看着马蒂眼里那么闪烁着坚定的光，强尼突然生出了一抹愧疚。I'm sorry. 今天是学校的晚会，克里斯在台上唱起那首老鹰乐队的经典民谣《亡命之徒》。在他那舒缓清澈的声音中，强尼不禁回忆起曾经的美好。莎拉却看见了继续前行的希望。歌词里说，亡命之徒，你为何执迷不悟？敞开你的心门吧，也许会有风雨，但是雨后定有彩虹在你之上。你最好让某人来爱你，趁一切还来得及。所以强尼，你究竟什么时候才肯迷途知返，真正走出来呢？这个夜晚，强尼依旧去跑出租。莎拉下班还没回来，留在家中的姐妹2人突然听见屋外传来急促的呼救声，他们赶忙开门查看，却发现是马蒂晕倒在了楼梯上。克里斯想起当年救弟弟的情景，不顾邻居派阻拦，执意要为马蒂做人工呼吸。等到他悠悠醒来，母亲也恰巧回了家，艾瑞便拿出酸甜可口的柠檬糖，安慰马蒂不要担心，吃2颗糖就舒服多了。马蒂清楚自己的病有多么难以医治，可看着眼前为自己担心的孩子们，他突然发觉，此刻无论是什么灵丹妙药，都比不上手里这一小袋柠檬糖。随着时间的推移，强尼一家迎来了曼哈顿的第1个冬天，而这期间，马蒂与大家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他们会在一起打雪仗，一起在冰天雪地里将欢声笑语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但马蒂的身体极其虚弱，没玩多久便感到呼吸不上来，强尼便陪他在旁边歇息一会儿。等到马蒂呼吸渐渐顺畅，他问出了一个问题：弗兰克是个怎样的孩子？强尼说他是勇士，明明年纪那么小，脑瘤又是如此凶险，却还是撑了2年之久。马蒂闻言后说起了一段家乡的谚语，他知道了弗兰克是个无所畏惧的勇士，他不怕去往世界的另一端，而那所谓的另一端其实就在我们身边。空气的每一粒尘埃，雪地里的每一片雪花，都是弗兰克的化身。等到了开春，马蒂的病情开始急速恶化，他不再能够继续出门，而是整日窝在家中，靠输液维持孱弱的生命。马蒂知道自己大限将至，可他不想让孩子们为自己的离开而悲伤，于是马蒂告诉艾瑞，自己其实是个外星人，
不适应地球的气候，所以皮肤才会溃烂。他也终要像 E.T. 那样回到自己的星球去。而这个世上有生命凋零，就会有新的生命蓬勃绽放。莎拉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艾瑞答应马蒂自己不会哭鼻子，而且他还打算用马蒂的名字来为这个即将出世的宝宝取名。马蒂住院后不久，莎拉也进了医院，准备待产。克里斯想起自己的最后一个愿望，可这使用的时机他必须小心谨慎，因为宝宝出生的太早，他就会出事；如果出生的太晚，妈妈就会有危险。而强尼作为大人所需要担忧的，不仅是妻子的安危，还有住院所花费的一系列费用。前台告诉他，周五必须结清$5000的账单。强尼嘴上答应的轻巧，心中却焦虑不已。这还只是第一周的花费，他之后要上哪里搞来这么多钱呢？相较于只顾着埋头吃饭的妹妹，克里斯有着不符合这个年龄的成熟。尽管父亲什么都没说，但他还是察觉到父亲肩上的重担，便打算卖掉自己的摄像机。强尼自然是拒绝了这个提议，他知道女儿有多么宝贝这个摄像机。强尼希望女儿能相信自己，不管是医药费、学费，还是他们没有熨烫的裙子，自己都会想办法搞定，因为一切总归会好起来的。然而到了晚上，强尼好不容易哄睡着的小女儿却哭着对他喊，他不是自己的父亲。强尼知道，自从妻子怀孕后，他其实一直游离在家庭以外，好像抽离了自己的感情，这样悲剧来临时，自己就不会那么痛苦。可看着女儿眼里的陌生与惊恐，强尼只觉无比的痛心。他是不是真的做错了呢？但强尼还来不及细想，医院那边突然传来消息，妻子生了。而这个时间点对于宝宝来说还是太早了。于是生产刚刚结束，莎拉便催促强尼去育婴室查看孩子情况。在得知孩子需要输血时，一股恐慌瞬间笼罩了莎拉。她知道马蒂就是因为输血感染了艾滋，那自己的宝宝呢？是不是也会遭此厄运？极度的不安下，莎拉的精神彻底崩溃。她一边哭喊着要见弗兰克，一边又将弗兰克的死怪罪在强尼身上。而强尼能做的就是安抚妻子，不断道歉。痛苦是需要发泄的，只要发泄了，那就总会变得正常吧。但事实上，反复纠结弗兰克的死因，无论是自责还是怨恨对方，都只会让悲伤更加沉重。等到妻子冷静下来后，血型匹配的克里斯又萌生了恐惧，他害怕步入马蒂的后尘。可在听说刚出生的妹妹不输血就活不下来时，克里斯还是决定去献血。强尼忍不住摸摸女儿的头，夸她是个勇敢的小女孩。岂料克里斯拍开了她的手。克里斯讨厌被叫小女孩，自从弗兰克死后，他也担起这个家1年多了。可弟弟的死不是他的错，他活着也不是他的错。他每晚都会为弟弟哭泣，自言自语，以为是在和弟弟对话。但为什么爸爸妈妈却不再像自己的爸爸妈妈呢？他们的眼中似乎只剩下无尽的悲伤与哀愁，却独独忽略了同样痛苦的自己。输血时，克里斯很高兴能救到陷入危险的妹妹，而他见父亲也终于露出久违的笑容，原本心中的委屈也一扫而空。克里斯多希望这样的笑容能常常出现在父亲的脸上，多希望一家人能彻底走出伤痛，重新找回往日的幸福时光。等到孩子情况稳定后，强尼去隔壁看望了马蒂。如果没有他的出现，这个家可能早就散了。强尼原以为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的奇迹能同样出现在马蒂身上，然而迎接他的依旧是昏迷不醒的马蒂。而就在宝宝睁开眼睛发出第一声嘹亮啼哭的这天，马蒂永远闭上了眼睛。强尼此刻却毫不知情，他正沉浸在新生命诞生的喜悦之中。强尼伸手感受宝宝的温度，那柔软的触感仿佛带着无尽希望与生机。过往的忧伤在这一刻突然消失了，他的心中只剩下了柔情似水。但随之而来的$3万账单让强尼挪向收银台的双脚格外沉重。他正思索该如何向医院申请延缓还款，未曾想前台竟告诉他，一个叫马蒂的人结清了这笔账单。于是强尼家中这个刚出生的新生命最终被取名为马蒂。
从此以后，家中的每一个角落都将回荡着马蒂这个名字，因为他们想用这样的方式永远纪念那个善良温暖的马蒂，让他的名字在这个充满爱的家里永远留存。莎拉抱着孩子出院这天，一向不见人的邻居们竟纷纷打开家门为他们送上祝福。在筹备晚餐的时候，强尼将克里斯喊去了阳台，称马蒂正骑着自行车飞往月球，而马蒂还向艾瑞挥手告别呢。看着眼前这个重新站起来的父亲，克里斯使用了他第3个愿望，那就是让父亲与弗兰克真正道一声别。在生活的波折暂告一段落后，是时候完全卸下过去的包袱，来迎接未来了。毕竟告别过去，才能前进天堂，不是吗？克里斯删掉了摄像机里关于弟弟的所有视频，因为他知道这不是他们相见的方式，而他会怀着那份思念，在多年以后与弟弟在月球上重逢。全篇完。哦，对了，如果喜欢阿月讲的这个故事的话，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哦，让我们每晚在光影23室相互陪伴，穿越生活阴霾，借爱与勇气走向新希望。前进天堂是2002年美国剧情片，借助强尼一家在困境中挣扎、坚守与成长的历程，缓缓讲述了一个充满温暖的故事。而他们一开始为了逃离伤心地选择移民美国的做法，让我感触良多。我过去也是个害怕面对难题的人，被人委以重任时，第一反应就是躲，生怕出了事自己无法承担。然而，正如影片所展示的那样，成长与蜕变从不会在逃避中悄然发生。生活中的上坡路走起来固然艰辛无比，可正是这样的艰难跋涉，才能引领我去领略更高处的风景。不过道理虽早已明晰于心，但在现实的艰难险阻面前，仅凭个人的力量往往显得单薄，来自旁人的鼓励与支持便显得尤为珍重。就如同强尼一家的相互扶持，在家人给予的信任与爱意支撑下，我总能跨越艰难险阻，迎来心中所期盼的美好结果。所以感到迷茫与无助的时候，就和亲近之人说说话吧，也许他们能给出我们想要的答案。如今光影23室已经启用了热推功能，通过台湾朋友们的点击支持，可以帮阿月实现影片的更广泛曝光。具体操作步骤在说明栏中有详细说明，这将有助于我结识更多的观众朋友。阿月在此先行谢过，真诚希望在台湾的您能帮我尝试一下，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如果你喜欢我讲述的故事，可以点击观看光影23室的播客列表，这里面分类整理了阿月讲述的近500部电影故事，总有一款适合陪伴您进入甜蜜的梦乡。当然也不要忘了订阅光影23室，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查看我的最新视频。